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我是小爱。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你每天都会用到的，但大多数人没用对的技能，用 GPT 做真正有效的润色。好，为什么要用 GPT 帮你润色呢？很多人认为润色就是把句子变得顺一点、好听一点，但其实真正的润色是让你的内容变得更清晰，逻辑更完整，风格更一致，而且更符合你要用的场景。好，不管你是想拍一个视频、写电商文案、做简报、写邮件，不同的目的都需要不同的润色方式。如果你只输入一句帮我润色， GPT 很难知道你真正要的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会教你结构化提示词怎么写5大场景的通用模板，多组原句。好，在润色之后的一个示范。影片看到最后，你的脚本质量会直接上一个维度。好，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现在呢 GPT 已经升级到 GPT5 了。好，如果你还没有这一个 GPT 的账号，或者是想要开通续费会员，好，在我视频的下方点击更多，描述栏里面放了有这个成品号购买或者是会员合租的一个链接。好，我们直接点进去。银河录像局呢，它是一个专门代充和购买成品账号的一个平台。好，如果你已经有账号了，需要续费，直接点这一个代充。好，这边就有我们这个 GPT Plus 的一个代充服务。好，直接点这里购买。好，不管你是想买1个月、3个月或者是1年的，这边它都可以支持我们的国内用户支付宝付款。好，这里有一个优惠码，我可以输入我这边这个优惠码小幸运。好，点确定，点支付。好，输入这个优惠码呢，它有一个95折的一个优惠啊。好，如果你还没有一个 GPT 的账号，我们也可以直接到这边来购买。好，点击首页，这里有一个 AI 服务。好，还没有账号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点这里有一个 AI 服务，这边有这一个 GPT Plus 的一个账号购买。好，米其林庄外，里面这些服务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点进去直接购买。好，我们直接点这个 GPT Plus。好，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共享会员和一个独立会员。现在它的这个独立会员，买它这一个独立会员会送 Sora 的一个邀请码。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去生成视频短片。好， GPT Plus 的一个会员购买呢，它这边也只需要180。好，这里面它有一个年付、月付，还有一个季付的一个服务。这个是独立的一个会员。好，共享会员呢，它是一个多人共享。比如说这个4人月付，4人年付。好，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边支付宝付款。输入我这一个邀请码小幸运。输入优惠码之后，这个把它点确定。它有一个95折的一个优惠，我们点支付宝付款。好，这边它会给你一个2维码。好，直接这边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付款。好，付好款之后，我们就到我们这边车票。点顶部这边有一个车票。好，在我的车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购买的一个账号。好，有了这个账号，你就可以登录，跟着它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好，大家有不懂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点击上面这一个顶部的客服。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好，购买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GPT5 的这一个。它里面就多出几个。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个自动决定思考时长的，还有一个即时回答、思考充分回答更优质的一个。如果你想获得更优质的服务，我们也可以升级到这个 Pro。我们也可以升级到我们这个 Pro 版本。好，升级到 GPT Plus 之后呢，我们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聊天的时间它也会更长。制作我们的图片也更快。它能记住目标和过往的一个对话，可以通过代理模式规划行程与任务，整理项目和自定义。GPT
可以在 Sora 上制作并共享视频。就根据你自己的预算来选择它的服务啊。首先打开我们的 GPT。我们先用一个万能的一个润色模板，万能款，也就是一个通用的模板你可以在所有场景使用。比如说我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把内容改得表达更清晰，逻辑更顺，风格统一，适合口播的阅读。如果你只想让句子变好听一点，用这段模板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重点，5大实际应用场景示范加直接使用。第一个，电商广告文案润色，商品卖点加强版，适用场景淘宝、抖音、小红书、亚马逊广告脚本等。这里我们这样写，请把以下内容润色成电商广告文案。这款吹风机风力很大，干发很快。我们要求它的卖点更突出，情绪更有代入感，语言更具吸引力但不夸张，比较痛点解决方案要明显。我们发送给他。下面是 GPT 帮我们重新润色后的一个电商广告文案，它不是夸张版，有这个卖点、痛点、解决方案都清楚的一个呈现这里它的润色之后是这样的，吹风机吹半天都不干，你可能真的需要换一台。每天洗完头，头发总是湿润润的，风力弱，温度不稳，不但耽搁时间，还容易让头皮越来越干，越来越毛躁。这一款大风量吹风机就是为干发慢这个痛点而生。第一个他写了这一个卖点风力更大，干发更快，温和不伤发，轻巧不累手。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每天花10到15分钟吹头，那这款吹风机会让你重新认识，从湿发到顺滑只需要几分钟。它下面还写了适合的人物比较，比如说总是赶时间的你，头发厚又难干的人，讨厌高温伤发的朋友。是不是经过它的一个润色之后把所有的卖点都突出了出来里面有情绪，有代入感语言也更具吸引力也不夸张。它的比较痛点、解决方案里面都有写到。我们再来看一下文章的描写润色比如说我们想要写一个叙事文风版适用于故事、短文、公众号、美食文、旅行记。这里我们这样写，请将以下文内容润色成更具有画面感的文章描写。他走进房间，看起来很疲惫，要求语言细腻，场景清楚，气氛有情绪，画面感强。发送给他。经过我们 GPT 的润色之后，他把一句简单的一句话加上了一个场景气氛的一个画面感的一个效果。这边他推开门的那一刻，昏黄的灯光从天花板缓缓洒下，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空气里还残留着白天未散的凉意，他却像是被抽走了力气般，脚步沉得几乎没有声音，外套被他随手搭在椅背上，肩膀却依旧微微下垂，像压着看不见的重量。眉间的疲惫没有刻意遮掩，仿佛在房间的安静里终于找到了可以松口气的地方。他停在窗前，深吸了一口气，街灯透过玻璃落在他的侧脸，照出淡淡的倦意，也照出了那份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落寞。这一刻，整个房间都静静的，只剩下他缓慢的呼吸声。它里面有细腻的语言，还有场景。我们之前写出来只有一个他走进房间，它是没有一个场景的它里面的气氛写出来它的一个比较凝重的一个气氛。我们再来看一下影视讲解的一个润色比如说写一个解说稿版，这个呢它适用于短视频影评、剧情解析、解说文案。我们这样一段话，他发现房间里有人，然后吓了一跳，请将内容润色成影视讲解脚本。
要求情节讲清楚，节奏紧凑，有悬念有抓点，适合旁白口播的一个这边 GPT 给我们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口播的一个脚本。他在这里写的这个脚本呢，一个有旁白的一个口播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画面，昏暗的房间，微弱的灯光摇拽，空气静得几乎可以听见呼吸声。然后他下面还写了一个旁白，他慢慢推开门，步伐沉重，每一步都带着疲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仿佛在提醒他，今天他并不孤单。然后他的画面镜头缓慢跟随他的视线，扫过凌乱的桌面，椅子上的外套。好，这些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视频的一个镜头。它的旁白的话，它还留有一个悬念所以说 GPT 在写这一个影视讲解口播脚本方面还是非常的厉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GPT 的这一个简报总结的润色。好，这里是我们这次活动曝光还不错，用户增长也有一些，把数据整理后大概是这样。我们请 GPT 帮我们把内容精简成简报摘要，要求主干清晰，数据与结论突出，删除多余叙述，适合放在 PPT 和会议汇报。好，这里经过 GPT 的润色之后，它就写了3条，没有一个多余的一个主干，也比较清晰。它还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带图表化布局的一个版本，可以直接放到 PPT 上展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GPT 的邮件润色的专业沟通版。这个它适用于商务沟通、客户邮件、合作洽谈。我们这边这么写，请将内容润色成专业邮件，要求语气礼貌、清晰，结构分段明确，重点易理解，语气不过度客套。好，这边我们内容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报价？这里 GPT 它会帮我们润色成一个专业的一个邮件。这边有一个报价咨询。比如说这里写到，你好，我想问一下，贵方预算什么时候能够提供我们所需的报价？方便的话，希望能告知大致时间，以便我们做后续安排。感谢你的配合，期待你的回复。好，下面还有你的名字、公司联系方式，这样的显得更专业一点。好，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写这样一段话肯定是不够专业的。好，我们丢给 GPT 一个不同的文本。好，我们要告诉它的一个用途。比如说文章描写需要画面感，影视讲解要节奏感悬念，简报总结要精炼结构，邮件要礼貌加清晰。好，只要你把用途写清楚， GPT 立刻变专业。好，我们在做润色让 GPT 帮我们润色的时候，第一步要明确用途是什么，不要直接给 GPT 一个文本，要先告诉它用途，因为不同用途润色方式截然不同。电商广告需要情绪卖点场景，文章描写需要画面感，影视讲解要节奏感悬念，简报总结要精炼结构，邮件要有礼貌加清晰。只要你把用途写清楚， GPT 立刻变专业。第二步，说明你想要的风格。要告诉 GPT 你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比如说语气要礼貌清晰要有画面感，更专业，更口语，更轻松，更有画面感，更有悬念，更适合领导看，风格已准，效果直接翻倍。第三步，说明是否允许扩写。润色有2种，微调句子更顺，但内容不变；扩写内容可以加强逻辑与细节，记得告诉 GPT 不微调、不扩写，或允许扩写并补充信息，非常关键。如果你的内容需要它调整不需要它扩写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告诉它不扩写，只微调。好，第4步，告诉他必须保留事实，不要乱加，尤其是广告、教学、数据类内容。你可以在提示词加一句不得添加不存在的事实，可以避免 GPT 杜撰它自己添加一些不存在的一些事实。
第5个，最后再贴你的内容越具体越好。这里是最终效果最佳的秘诀，你的原文越具体 ，GPT 的润色越准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GPT 润色5大场景教学。只要你学会用途加风格加是否扩写加保留原意加原始文本这5步流程，不论你是拍视频、写邮件、做简报、写文章 ，GPT 都能帮你把内容润色的专业又好看。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再见。